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白起源起身活动了一下因久坐而略显僵硬的肩背，随即他转头看向老友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焦虑。你说，这17、18岁正是叛逆期，那些当家长的到底都是怎么跟孩子相处呀？我总觉得自己还没抓住要领。我觉得，梁浩天停顿了几秒，略作思考。我个人的经验是，首先不要盲目涉足他的私人空间，其次要让他清楚地感受到你有在认真听他讲话，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有被尊重到。白起远轻轻一笑，听你这么说，倒像是颇有心得。谈不上心得。梁浩天摇头，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这么一个时期的，才多少有些体会。当时父母几乎是一种束手无策的状态，对我太严厉吧，怕我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；反之，管得过松，又怕我不上进，放任自流。看你现在模样就知道，当时的你肯定是个调皮孩子。你父母那会儿想必没少操心。大柱，怎么又说我身上来了？说你呢？白起远抿了一下唇。我17、18的时候，现在想来没经历过这么一个纠结的时期。当时父母不在身边，我也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什么想法，不给外婆和村里人添乱就不错了。当时的我就往一个念头上奔，就是要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将来能给外婆一个好的生活，报答她的养育之恩。你算是苦过来的。那唐玉成是个什么情况？你的问题指的是和他沟通的问题吧？白起远点点头，神色有些凝重。是，村长和村里人并没有亏待他，但从亲情的角度看，他比我当年更难。我那时至少还有外婆，而他真的就只有自己。我试图关心他，但他表现出来的反而是抗拒和不悦。白起远脑海浮现唐玉成那双凌厉的眸子，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。你关心他，他反而不高兴，那多半说明他当时需要的是个人空间，你就让他单独待会就好了。相处要有分寸，松弛有度，他需要你建议的时候，你就倾囊相授。如果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你就闭嘴就行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还有，他不喜欢被别人当作孩子，你在他面前的时候，千万别孩子的叫，明白了吧？梁浩天苦笑。好，明白了，你可真够啰嗦的，放心吧。夜里，白起远回到家。我回来了。唐玉成的声音从里间传来。白起远换鞋入内，习惯性地把文件包搁在沙发上。等走到唐玉成房间门口，就看见他端坐在书桌前翻着书，神情非常专注。看着他专心学习的样子，白起远一脸欣慰。七远叔，你回来了。唐玉成手里拿着笔，坐在座位上，转过身看着他。回来了。玉成，今天第一天上课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老师讲的内容你都能跟上吗？这边的老师语速更快，作业量也更大，而且教学计划以及节奏和之前 C 镇的学校完全不同。不过我可以应付得来。那就好。白起远点头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今天才第一天，就算有点不适应的话也很正常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唐玉成微微一笑。放心吧，齐远叔，如果我有爸爸的话，可能他脸上也会出现齐远叔现在这样的表情吧。玉成，好好努力，我对你有信心。谢谢。白起远不想打搅他学习，便说道。继续忙你的吧。齐远叔，你饿了吗？要不要我把晚饭给你热一热？唐玉成做事要站起来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白起远抬起一只手，示意他坐下。你学习已经够忙了，就别总操心这些事。我以后可以从学校给你带饭，跟你的时间相比，我的时间相对灵活。我到家时间一般比你早，总不能每天等着你这个高中生回来给我做饭吧？没事的。唐玉成笑了笑。做饭不麻烦，做习惯了，而且自己做的吃着顺口。那也不行。白起远皱了下眉，显然仍旧不太赞同。他想了想，那这样吧，各退一步。以后我要是早回家，就从学校给你带。你要是先到家，想做就做，但不是非做不可。你要是觉得累，一定不要勉强自己，行吗？现在手机点个外卖很方便的。好的叔，我知道了。唐玉成顿了一下。我还是帮你把饭热了吧。白起远这才松口。好吧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唐玉成站起身来到厨房忙活着。白起远站在客厅，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，随后慢慢转身去了阳台。他刚站定，口袋里熟悉的音乐响了起来。他掏出手机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您好，白先生，我是宋总的特助张旭。电话那头的声音专业而礼貌。宋总让我代为向您致歉，刚才他正招待重要客户，没能及时接听您的电话。没关系。
谢谢您的谅解，宋总这边的工作安排一直由我负责，所以需要跟您确认一下您与宋总的会面时间。请问这周四下午3点，您方便吗？周四下午3点不行，系里有会。那5点半之后您方不方便？宋总还希望能请您一起吃个晚饭。他说您是梁昊天教授的朋友，也就是他的朋友，怎么也要一起吃个饭。那好吧，那就那天5点半吧。好的，我会提前通知您地点，并把定位发到您的手机上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电话挂断，白启远心里不免自嘲，谁叫我要挣人家的钱呢？该有的社交礼数总归是避不开的。人情世故，他其实是在大学时才开始接触的。当时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是 S 市本地人，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着一种先天的优越感。白启远并没有刻意去融入，但该有的往来从不回避，毕竟以后要在这里混生活。梁昊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校园虽不及社会公司里那样复杂，却同样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微型社会。自己从一名年轻教师做起，总要与其他老师和上级领导相处，各种的交际和应酬是职业路径中无法绕开的部分。但即使这么多年来，白启远逼着自己去适应各种圈子，但内心深处始终带着一丝抵触。性格使然，他很清楚自己并不喜欢，只是没得选。现在总算混到了正教授的位置，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，这其实比涨工资更让他高兴。思绪游离间，他掏出他的万宝路，2根修长的手指拨开掩住盒口的包装纸，然后嵌进那窄窄的烟盒口里，有点费劲地抽出一根放在唇边咬住。之后他把烟盒丢到一旁，2手摸了摸兜，确认了好几遍不在身上后，瞬间想起打火机还在客厅沙发的包里。他无奈地转身，猝不及防地跟唐玉成撞了个满怀。他下意识地道歉，对不起。唐玉成唇角勾起一抹转瞬即逝的弧度，没事的，启远叔，你慢点。白启远有些尴尬地点点头，我来给你点烟吧。只见唐玉成举起了不知道在哪儿找来的一个塑料蓝色打火机，啪的一声点燃。白启远愣了一下，没有多问，随后微微低下头，优雅的下巴探向那簇火。唐玉成不会放过这个近距离观察他的机会。他看见白启远垂下的长睫毛在火光中微微颤动，以及被跳动的火光映着的脸，心里漫上一种说不清楚的微妙感觉。这种感觉总是让他不自觉地沉迷其中，特别是他微微撅起的绯色的唇，湿润而鲜活，总让他心猿意马。被点着的烟发着一明一灭橘红色的光，白启远直起腰，深深吸了一口，转头将烟气吐向夜色中的城市灯火。别学我，抽烟对身体不好。话音刚落，他自己又吸了一口，双臂随意搭在阳台的栏杆上。这毫无来由的一句话把唐玉成逗笑。既然你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，那你为什么不戒烟呢？我是戒不掉了。白启远笑了笑，老了。你一点都不老。唐玉成立即反驳，紧接着站到白启远身侧，两人并肩而立，俯瞰脚下灯火如星的城市。玉成。白启远突然转头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眼神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深邃。我之前没有当别人家长的经验，以后如果叔有做得不妥的地方，你可以随时告诉我，但不要憋在心里，好吗？唐玉成点头，叔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。夜风习习，两人都没有再说话。本来唐玉成想提醒他吃饭，但看着此刻静默如诗的白启远，终究没开口。他想陪着他，不需要语言，就这么站在他身边就已经非常完美。